选得久立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侍卫操言之。风云积壮志，山水多奇中。文章有佳丽，乱世出英雄。日本战国时代，战乱频发，使得奇人纷纷崛起，其中称得上枭雄的黑田官兵卫校高应占有一席之地。一般印象中的黑田官兵卫是当时日本首屈一指的智力天才，拥有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却过于热衷于出仕功名，以至于刻薄寡恩。他作为丰臣秀吉帐下乃至整个日本战国最优秀的军师之一，在丰臣政权的建立和稳固过程中出力甚大。作为政权的中坚力量之一，在当时就有许多敬重他的武将，以至于秀吉一直都提防他的威胁。黑田官兵卫本人是不怎么表现出对其他将领的明确态度，但是还是有些战国大名能够让黑田官兵卫明确地表现出对他们能力的肯定。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些故事。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关注哦。说到黑田官兵卫和荒部村重的关系，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应该是官兵卫被囚禁在有冈城的事件。荒部村重曾经背叛信长，为了使他回心转意，官兵卫去说服他，但是反而被捕被囚禁。但是黑田官兵卫真的因为这件事而怨恨荒部村重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关于官兵卫与荒部村重是怎么结交的，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文献可以证明。但是黑田家是在东波摩的小氏家工作，而荒部村重则是在摄津的池田氏下面工作，算是邻国，所以他们可能在织田军到达之前就曾经有过交集了。荒部村重在加入织田军后，成功取代了池田家，以有冈城为据点控制了摄津一国。他按照信长的命令参与了13合战、征伐越前一向一揆等重要战役，不断的取得战功。后来荒部村重也参与了丰臣秀吉对毛利的战争，因此他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与同阵营的黑田官兵卫结识。从官兵卫的视角来看，类似出身的荒部村重无疑是职场上比自己成功的多的人。在荒部村重主管摄津期间，两个人成为了众所周知的亲友。然而在天正8年，荒部村重发动叛变。最近呢，对此事的新说是，荒部村重其实后来是接受了信长派出的第一批使臣，也就是明智光秀和万见仲元等人的劝告，暂时作罢。但是后来又被羽利中川清秀所煽动，返回有冈城之后，决定彻底叛变。我又跳出来了，打我啊，笨蛋！信长的第二批使臣，也就是明智光秀和羽柴秀吉，再次劝说失败之后，秀吉派丰须贺正胜持续尝试接触，但是接触过程中，荒部村重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坚决。后来黑田官兵卫自告奋勇，可能是因为他和村重过去的关系很好，或者呢是被小室正直所欺骗。总之，官兵卫是作为信长和秀吉的使臣前往劝说，但是这次荒部村重并没有被他说服。现在的通说认为，官兵卫还被荒部村重扣下来了，在地牢中遭受了严重的虐待。上面这一长串的故事的细节，可以回看以前的黑牢城视频。这个通说的来源是黑田家谱和黑田如水传，但是考虑到二者成书都已经离事发时间很久了，其实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支撑这种说法。更重要的是，在有冈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证据，甚至似乎有冈城它本来就没有地牢的。而且也有其他的记录说，黑田官兵卫其实年轻的时候就有腿疾，所以黑牢城的故事可信度，我感觉现在是5-5开而已。无论如何，其实荒部村重被镇压之后4年，黑田官兵卫和荒部村重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这一点可以确定。在2013年日本考古的新发现与发掘中，公布了来自京都光源院的一封书信，这是在天正11年11月黑田官兵卫写给荒部村重的，主要内容是讨论领地经营的经验，互相帮助对方解决领地治理中的问题。现在通说中，这个时期应该是秀吉赦免的荒部村重之后，村重作为茶人过着普通的生活。但是信中内容明显荒部村重现在是有领地的，所以这方面的通说以后也是要被推翻的吧。这封信中还写道，我本打算去基路时也去见见你，但是很遗憾上次没有合适的机会，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见面叙旧吧。就看起来两人关系还挺好的。总之，现在已经有很多新说都是基于荒部村重只是把黑田官兵卫软禁于有冈城中，而从黑田官兵卫要向荒部村重请教领地治理的经验，可见他对荒部村重的能力是有所肯定，因此我把荒部村重放在了第4位。说到立花忠茂，他最著名的事迹莫过于在丰萨合战的立花山城之战中击退了拥有压倒性军力的岛津军。当时黑田官兵卫到九州监军，就为他的勇猛所震撼。在朝鲜战场上，立花忠茂也凭借着强大的战斗意志压制住了明军。
七国无双的勇名迅速在日本传开。丰臣秀吉死后，庆长5年爆发了关原之战，立花忠茂站队西军，而官兵卫在九州自称支持东军。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家伙实际上在干什么。当时立花忠茂并没有在关原，而是在进攻荆棘高次的大京城。在得知西军战败之后呢，他就返回大阪城，试图说服西军总大将毛利辉元，但是结果是徒劳无功。毕竟我还没有见过谁能靠劝把一个死宅劝出门的。于是他只能和岛津义弘走海路返回驻后柳川。黑田官兵卫这边则是迅速收拾了大有在新军之后，几乎吞并了整个北九州，并且还收编了加藤清正郭岛直茂这些势力，形成了数万大军，终于打到了立花忠茂的居城柳川城。然后关原之战的结果传来，郭岛直茂考虑到他的儿子郭岛胜茂随西军，为了减少家族的损失，决定攻下柳川城立功，于是拒绝了官兵卫劝降立花忠茂的意见，独自率领3万人强攻。实力悬殊，立花忠茂也是越打越难。终于是等到了黑田官兵卫和加藤清正2个敌军大将也到达了柳川，他们立即劝降立花忠茂。官员都打完了，立花忠茂这边本来就没有继续当西军的意义，当然是马上接受了投降。黑田官兵卫呢，为了防止如此猛将死于非命，便想要帮他立功抵罪，集合了4万大军进攻岛津家。但是还没有开打，就收到了德川家康的停战命令。立花忠茂作为西军败将，被削去了领地，变成浪人。不过官兵卫死后，立花忠茂呢是自己去江户交了申辩书，德川家接受他的申辩，恢复了他的大名地位。黑田官兵卫这个人基本是不愿意为别人冒险的性格，而这次他为了让立花忠茂戴罪立功，不惜赌上风险，在关原之战消息已经传来之后，继续进攻岛津家。可见官兵卫对于立花忠茂的高度评价，我愿将他放在第3位。竹中半兵卫重治和黑田官兵卫孝高并称丰臣秀吉的军师2兵卫，有助理成龙的高度历史评价。2人都拥有当时屈指可数的优秀头脑，共同支撑织田家重臣羽柴秀吉的地位步步高升。竹中半兵卫呢，加入秀吉集团的时间比黑田官兵卫早一些，年龄上其实也是半兵卫大了1昆年。从2人结识到半兵卫去世，一共也就4年时间左右，不算很长。印象中双方都给予了对方极高的评价，但是其实这种惺惺相惜的故事是没有一手史料支撑的，甚至可信史料中关于这种关系的直接描述也是没有。但是现在的异话中，关于2人关系良好的有名故事倒是真不少，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竹中半兵卫撕掉了秀吉向官兵卫承诺增加领地的承诺书，以及黑田官兵卫被困有冈城时期，半兵卫保住了信长想要处死的官兵卫的儿子黑田长政。顺带一提，黑田家家纹的藤丙纹，丙的部分其实就来自竹中半兵卫。宽政重修朱家谱中就写下了因此赐予官兵卫孝高丙纹，那么至少2人关系深厚是可以肯定的。作为曾经的直属上司，也可以说半兵卫画的饼让官兵卫吃了一辈子，甚至还要传给子孙后代。后来丰臣政权出兵朝鲜时期，黑田官兵卫不顾可能招来秀吉更大的忌惮，依然向秀吉进言，希望让竹中半兵卫的儿子竹中重门不参加远征。可能在官兵卫的心里，对竹中家还是很有感情的。竹中半兵卫只放在第2位，可能很多观众不服，但是我就觉得毕竟是没有官兵卫直接称赞半兵卫的记录，所以还是不如第1位。那么第1位就是曾经黑田官兵卫对面的毛利盟军中的军师小早川隆景。黑田官兵卫在丰臣秀吉征伐中国的战争中有杰出的表现，用骑策轻松攻下了鸟取城和贝中高松城等地，这自然引起了毛利方的关注，尤其是毛利方的军师小早川隆景对于黑田官兵卫的威胁关注很高。不过另一边的黑田官兵卫也是早早就注意到了小早川隆景这个人物，可以说是双方军师的隔空交手了。在秀吉和毛利家合议之后，毛利联军中最先采取友好行动的也是小早川隆景。之后隆景和官兵卫共同活动好像还挺多的，就比如说在贝中高松城自杀的清水宗治的儿子清水景治，在他的书信中呢就写下了当初太阁大人上洛时，他问其左右人父亲清水宗治是否有子，说是想要提升清水家为直臣，并且增加应有的领地。隆景大人便来找我，当时黑田官兵卫大人也和隆景大人在一起。我回答说，我的父亲贯彻忠义，死而无憾，所以我也希望继续贯彻忠义之道，请让我继续为主君和领民服务，无法回应太阁大人的好意了。之后官兵卫大人对我说，不用担心，我会传达给太阁大人的。可以看出，黑田官兵卫其实后来和小早川隆景倒是没有太大嫌隙，走得还挺近的。其实黑田家谱中小早川隆景的名字出现频率也是相当的高。更重要的是，小早川隆景的养子小早川秀包
被黑田官兵卫传教成功，受洗信仰了基督教，可见两家人的交往相当密切。庆长2年，小早川龙井去世，黑田官兵卫感叹说：“这下日本就没有真正的聪明人了呀！”能得到黑田官兵卫的明确赞美，而且是如此高的评价，确实只有小早川龙井一人，因此我将他排在第1位。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